加入职业电击队，三铁，我要加入职业电击队。啊，职业电击队的话可以。我们不一定要看奥赛，可是我们可以看很多我去美国的体验。迪士尼、环球、NBA、MLB、灰舞娘啊，没有。我看那集。我已经忘记怎么开场了。大家好，我是超级热狗王。哎呀，干，这么干的开场，我很久没有这样开场了。哎，过10年了，过那么久吗？10年磨一片，我们10年磨一片，快10年了。没有啦，10年是还没，快10年，还没，7年，还差3年。对，是7年之痒。7年。我叫什么我就不想说了，我就不想说。你那不是开场，还是你太多名字？没有，你现在太多名字了。对啊，不是，就是你看我们以前拍片刚开始拍片这样，嗨，大家好，我是超级热王，然后干嘛？今天干嘛？这我觉得已经老熟了。没有，我现在还是这样子。大家好，我是超级热王，这位是大 H。耶！对，哎，我们其实已经当赛有很久了，我们从拿卡到现在其实非常久了。对，其实，在更之前也有一起比过赛，那建功杯还记不记得？哦，对。对，我们都在各个项目上有拿到冠军。是。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拿卡，然后反正就是这样辗转，就是有些比赛我们都一起去比，然后干嘛的。没错。然后，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但是你先走一步了。我先走，你先走了，不是？你先去了那个更高的地方了，我还在下面这样看，这样。有2个意思。没有啊，我们就是一直还没有一起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覺就是我觉得没有，应该是说你本来就有在邀请人上节目嘛？没有啊，我觉得差异是在我们都在上别人的训练，因为我都会这样，那个因为都是他在邀约的，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都不会去邀约别人，因为我会觉得说，靠，我这样邀约别人感觉很怪，就是别人都不知道有没有空，然后我感觉不太行。那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Hank 没有约我？哦，因为他觉得我太小咖了。没有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在邀人家训练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比较像是被邀去，因为我们是 IV Pro 嘛，所以刚开始我们就是大家会想要知道我们怎么练，都反而是邀请我们去分享，总不可能一起邀我们2个一起上嘛。对啊，反正就刚好有机会吧。对啊，就是终于上了奥赛了。对，你先走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后台的时候，哇，他跟阿瑞就走后面，然后就一直鼓励我，你会上。不是鼓励，对，我们那是肯定句。哦，真的。肯定句，对，就是已经算是确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哦，你很棒很强，但我那时候感受到，我觉得是蛮真诚的，就是看这个人好像打从内心的觉得我好像很棒，所以那时候有点被感动到，就哇，我可以比。而且我觉得那个反而除了那个时候是绝对状态，就你的状态是很好的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前面有休息一阵子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冲击感太大，那个不是说你一直有比，然后成绩一直很不错，大家都觉得你一定会上那种状态，反而是可能背负着，还可以吗？但是一看到看可以耶，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马上跟小鱼说，我说太稳了。很稳，有种那种，就是你在上奥赛那时候有种那个，我也跟着上的既视感啊。因为毕竟我们一起拿卡嘛，那当初我们在韩国是一起拿到职业卡，同一天拿到。对啊，然后后面然后你就先走了。不是，其实蛮酷的是，因为大家都是为那个上奥赛在拼搏嘛，大家就每年都会比，然后大区他比较运气比较不好，是他前面其实有蛮多机会。就都第2名嘛，不是运气不好，是实力不够，实力不够就再练练，实力不够再练练。对，所以因为我原本就是觉得啊，感觉他会最先上哦，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点太难了，对，然后就觉得哇，然后自己又停摆了很久，没有办法进步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有时候我那时候中间有时候会想说啊。大家都在进步，然后都要往前，然后我好像还在原地踏步，我到底是怎么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健美运动员最难的，真的不是长肌肉，或是做状态，长肌肉很难啦。但是我觉得心态真的是最难的。对啊，你会一直在想着别人的期待，或是别人觉得你往下、往上，或是说你赢了，你的表现在哪里？你输了，那你又在干嘛？就是大家都会想要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其实有点像是。不敢讲
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啦，你就是被赤裸裸的让大家讨论。对，那讨论的又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友善。对，是有些人是很抽离的，是不带责任的去谈论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心态上会比较难调整，尤其是到备赛后期。对啊，就有比赛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在吃很好，然后穿很暖的情况下，那些流言蜚语没关系，OK。但是你在很辛苦的时候，你在为了这件事情在燃烧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很容易会一不小心就进到一个漩涡。对啊，因为像我上次不是说我上次在奥赛的时候，那个是上奥赛前，我那时候是蛮煎熬，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台嘛，我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上台这样。所以会表现一个解放，然后我会觉得说，好像不用再为了别人了，我可以为自己。虽然是这么说，但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即便自己不想背负什么，好像还是必须要背负点什么，或是你会下意识说，好像必须要证明些什么。对啊，对，但是都是这样讲，但是还是希望平常心啦。这次希望平常心。我刚才已经讲，我说已经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享受这个大家梦寐以求的舞台。等你啦，等你后来跟上。好，可以吗？我不会让你等太久。好，5年可以吗？5年有点久。我们现在练胸。对，今天练胸。今天是跑我课表吗？跑你课表。我课表动作太少了。你现在跑推拉腿，然后我的胸可能就3个动作就没了。可是还是有其他的。会有1个到2个肩膀，然后1个手臂这样子。那这样一个动作是几组？3组。所以其实这样弄也有快20组。差不多，但是胸大概就，但是胸比较少了。我也还好啊，我现在胸4个动作，4个动作，然后后面也是配3头，所以我们就先练胸，好，看3头有没有要继续。OK， 没问题。哇塞，4周、5周，你现在也是那个谁，那个辅轩吗？跟辅轩吗？对，辅轩，台湾教练是辅轩啊，备赛教练还是之前欧洲的那个教练。他是配饮食还是饮食，然后跟那个要的东西，那个训练是辅轩，训练的动作是这些东西都是辅轩，课表是辅轩，对，课表是辅轩，然后动作调整，然后包含 posing 都是辅轩，辅轩也是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学太多东西了，真的，那东西是刚好可以帮助到我，还有连 posing 上的动作，其实我觉得上次比赛除了体态上有很大的改变之外，再花很多时间去调整 posing，所以我的背部的动作其实就是可以摆得很好很多，对，好超多的。帮我以前背都乱摆，这个扣被推不出来啊，干嘛？那个有时候就是被他调整一下，点一下。好，我们第一个平的，好，那就先暖身。好，你的暖身会做什么？直接轻的先做嘛。可以。好，70我等下做不了，我们等下抓个最重的时候啦，正式组应该是60或65。你可以拿那么重，我都不知道我可以拿那么重。没关系，我觉得安全。好，安全。哇，对，慢慢加，然后反正先用1半的重量，所以如果60的话，我们先用30来暖。我就觉得很神奇，我杠铃可以推很重，但是我哑铃没办法。我是哑铃可以，但杠铃不行。真的哦。但我觉得是那个习惯性跟技巧性。如果一直以来周期是怎么跑，你就往那方向适应。我杠铃烂到爆啊！我哑铃真的大概50到60之间就差不多。你用30吗？可以。好。舒服。我已经在学另外一个运动，我在学什么？你知道吗？对啊，我在手指运动。但你不是一直都有在练吗？没有，最近比较风靡一点。打电动真的很爽。对啊，但我已经那个找不到打电动的热忱了。是那个要重新再培养一个环境。但现在的那个生活已经太难培养。现在应该是你会找很多活动是可以跟小孩一起做。对，所以就是感觉这样比较有趣一点。小孩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你不会觉得有趣吗？我就是人有趣。我刚才本来想说不打电动可以打小孩，我也打。不开玩笑的。这最后一组我们等下就好上。早上太早起床的时候，小时候都是这样，我就觉得膀胱爆炸，可是我还想睡觉，我不想尿尿，所以我就会偷尿一点出来，再去睡。
你说尿在让那个内裤还吸得了的程度？对对对，它就跟我的卫生棉一样。大概整条都湿的时候就知道要起来。哎呀起来了啊！怎么那么湿啊？我妈就说：“哎，那个内裤怎么那么臭？”抱歉啊，妈妈。抱歉。小时候的秘密。好，我们再休息一下下。我想想，那就先60几磅啊。65是130磅，不止啦，不止哦，那更多130。2.2，数学题。数学题。60乘2.2。回答132。是吗？你算一下，60乘2.2，616，62，132，60乘2.2，2.2，60。你是说6乘65？65，我不会，5我就开始不会。哦，143。哇，先试试看。60乘2.2我还会算，65乘2.2太难了。60乘2.2就等于是120加12嘛？对，你刚刚说132啦。那是60。那是60，但65就太难了。65你多一个5就很难算。65乘2等于130。143吗？刚刚说143吗？130加130。130加13。130加13143。当你学会了吗？健身人的数学学废了吗？感觉天才儿童，不用0.5秒就算出来。143。好，我们试试看。如果你看我这样数学这样，如果以后我小孩，我根本就不敢要求他数学要多好。你要先学会当个双标仔，爸爸不会没关系，你要会，你要会。爸爸不用考试吧？对不对？爸爸不用考试啊。爸爸已经考过。对，爸爸已经考过了，已经被骂过了，换你被骂。你敢这样要求？我不敢。我看起杠最难。OK，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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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oom， 哇哦，有点重，我觉得有点重，我觉得可以降。那我先降好了，换个环境，换个重量。有不重，小心哦。Up， OK，nice。好球 ，nice，nice，nice， up， 对，小心，哇，我觉得放上去我们可以降一点啊，降一点，小心，好重啊！对，我来放，哇，打铃我真没办法，降，太好了，我们下一组就从40公斤开始。你都是3组嘛？3组，我们今天会4组。好，但休息久一点。好，太好了。因为我发现我以前的节奏都很快，然后又4组、5组啊。以前休息大概就抓1分钟、1分半差不多。对，我现在可能一组3到5分钟。对，再做。我觉得跟次数啦，如果做这种5、6下的，你没有个3分钟，根本神经回不回来。对啊，然后就觉得下一组马上连地下都推不起来了。对，但还是可以经由那个课表去堆。对，像我每次都是跟他讲说，像我这课表是我的课表，对，所以你是第一次碰，对，你就会觉得相对吃力，因为对你来讲是一个新的嘛。对啊，所以就是还是看状况调整。你会因为有小孩之后，你会改变你的训练的时间吗？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我现在大概都是在练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1个小时，然后加去回2个小时内。那个呢，就是你的时段，就早中晚的时段，你有改变？改变啊，改变。原本是下午晚上练，原本就是最有能量、开心的时候下午练啊。现在就是约年起来嘛，像之前要送小朋友上课，你一出门你就顺便去练啊。好处就是人很少，因为大概都是8、9点，然后早上就把最重要的事做完了。那你觉得有差吗？如果你是用早上起床直接去练，跟下午去练，我觉得我的下午表现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因为我会一直换课表嘛，如果一直以来都是早上去练，那我就从早上这段时间去取得进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我能持续的变强。对，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一直无限变强，对，所以你不用一直追那个最高值但你要追的是中间的这个不断反复、重新的进步、重新进步、重新。60，耶！60刚刚怎么有种黏住的感觉？黏住，我刚才就黏住了，我就前臂好酸。nice。
我还没看习惯我的头哎，我觉得我头发很短嘛。哎，对你变好短哦，快减150，快减150，快减150，从快减100涨价50，减医师植发，哦，看起来很多吧？减医师，减医师哦，减医师，对，报植发那个医生叫减医师。你还记得我们刚拿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头吗？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在那时候已经要急速的变少了，差点就要录光了。你留很长，自以为很长的时候，就跟你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很好笑。走，哎呀 ，nice，走，哎呀，走，OK， 休息休息，哎呀，好好球，好好球，哎呀，好好球，好好球，阿忠。哦，OK，脑缺氧，然后缺氧，加油，加油，3组，哎呀，行。OK， 休息休息，还可以吧？哎，nice nice，哇塞，哎，怎么这颗粘住？哇，还是觉得很重。粘在哑铃架上。哦，啊啊，yes yes， OK， 加入职业电击队，三铁，我要加入职业电击队。啊，职业电击队可以，完全是没有机会的。我刚刚听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健身的人，我们在打那个游戏的时候，动作有多慢吗？反应有多慢吗？大脑运作就慢就算了，那个手指头都会慢一拍。都会。没有，你刚刚说职业电竞队，我听成职业健体队，我想说你要转战健体。不是不行啊，我在有生之年去比。也许是可以的哦。那我就不用练腿了，耶！其实我真的是不喜欢练腿，我就是第一场比赛比完之后，我发现，看这些人为什么有腿，我没有腿，所以我开始练了腿，不然不是为了比赛，我真的是不想练。所以假设啦，真的有退休那一天之后，还会练腿吗？我会轻松的练，还会练，我会用我的方式轻松的练，高效，就是我要不造成我心里会有阴影的方式去做训练。我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开始要排除阴影，而且对，你直接把过去的阴影给排除掉。因为现在练小腿练，你还是会有点恶心的感觉，要练腿，我开始就是屁股怪怪的，好想大便哦，对，有点紧张。但我觉得如果我说不用比赛，不用那么急迫要哈扣训练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那么害怕。会不会反而那时候练结果更大，腿长更大？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说不定，因为我在有一个时期是真的，因为生病的关系嘛，所以我大概2个月没练，我真的觉得回来我整个身体状况或什么全部都非常的好，直接因为大恢复嘛。对啊，多头身体在十几年来没有这么久的休息，那2周1周就差不多，对不对？对。而且你根本就是也不是说真的休息，对。那1、2周你可能还是有随便干嘛，或者什么，但那几周是什么？真的那几个月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身体重置了。然后你有一个心切是，你现在突然好像重新打开一样，重新接触健身一样。你现在想要获得好多健美健身相关的资讯讯息到你的身体体内，那种感觉，海绵的感觉，就是你重新开始的感觉。海绵体，对啊，海绵体，海绵宝宝，重新变成一个海绵体。走，最后一组。Nice， Nice，
，nice，嘿，好球，不对，3片试试，3片是可的吗？应该是可以。我这个第2个动作会稍微喘一点，修的比刚刚少一点。好，2分钟了，还就2分钟。但是我们做肯定比较重，所以要看情况，就是做完超级组伏地挺身。好，然后我力竭大概就是10个。好，这个抓10个，然后10个。好，试试。好。3、4、好不？走，慢，OK， 9个，然后直接来，4、5、6、7、8个，5，休2分钟，4、5、7。Go， 摸，nice， 他这个我们叫自体重伏地挺身，他这已经是负重型，现在应该还是100多吧，负重100公斤，nice， 9。漂亮，我操！伏地挺身，交互蹲跳，预备，居家训练的概念。这个一样，我们做4组。好，这个我应该接下来就不到8个了，但就没关系，就是能做就做，没问题。3、4、5。Come on, yes. Oh shit. 哇塞！我这我，Go， 3，Go， 4 ，Come on， 5， Go， 6。Nice， 哎，好，我靠，好球，nice， 力竭就好，漂亮，这样累了，脱水了，大爆汗呢，对啊，水男孩啊，你看到今年年底的那个吗？是戒指哎。哦，真的我没看到哎，很帅哎！你说有奖杯换戒指还是都有？好像是戒指哦，戒指，冠军戒指，有点宝石的那种类型的，很帅。你会比吗？不知道。看比完奥赛后，目前没有这个想法。怎么样？哦，有看到Asia， 看有。然后那个就说 I'm Asia boy。看那个奥赛后的那个迪士尼走路走的怎么样？对啊，太疲劳就去。好像更干了，哎，全以上好。4、5、6，好吗？耶！第3组结束 ，Go！ Come on！ 3，nice！ 4，来推到底就好，最后一就好，OK， 休。nice！ 好休一波。你刚刚在健身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自己想要
应该说没有设定目标到那么远，或是没有觉得自己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都没有想过，就感觉就是一直做，然后突然变这样。我有时候反而就是觉得这是好事。像现在很多人健身是为了一个目标。对啊，你就会一直觉得到不了那个目标。对啊，反正我现在很想回到以前那个时期的感受。对，我不想要介意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候是你真的你想都想不到，现在是你想忘记都忘不了，你想要什么都不要，要摒除的时候都没办法，丢不掉。对，都丢不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可能现在比较这几年在比赛的很多优秀的选手，他少的一块，就是像我刚刚讲，我一开始健身就不是为了拿卡，不是为了上奥赛，对啊，所以我做的事情尽量就趋近于我的初衷。对，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要上奥赛，那你就只会一直想着追逐的那个，我还没上奥赛。对，而且你会，我觉得是因为你会打破自己原本自己的节奏，因为你只想要尽快的达到，然后你会一直想要更往前冲，更往前冲，可是你不知道，其实别人比较好，反而失去的会更多。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到35岁后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有时候年纪大了，我少2岁，年轻的，我看起来比较像老的。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分水岭啊，就现在要的就已经没有那么直接跟强烈了。对。反而是很简单、很平静的那种状态，是最满足的。对，就是真的是只要追求你想要那个单纯的感觉。对，到了世界是越来越复杂。我们要保持着那个赤子之心。对，所以我要开始打游戏。这预告嘛，我也要转职业电竞选手。那还真的更难的，我觉得这条路感觉就是更难。这个是需要健身可以努力，可以有相对的成果。那打电动我是怎么打，我上不去，你知道吗？可是因为你不是要往职业电竞选手发展，所以你现在是很快乐的。但如果你一开始设定就是我要当职业电竞选手，也许他还是很我跟你讲，我在成为健美选手之前的梦想就是成为电竞选手。我努力过1、2年，但我发现我就是没有那个天分，放弃。现在找第2春，对，第2春，二转，转完就转身哦。Nice， come on， nice， 是。最左。Go。Nice。6。好嘛。Nice。下一个是什么？哑铃上胸。好，抓个8下。好，这个我们会在因为没有递减，我们再修更短。好，10秒。喂。Yes。Nice。1、2、5。Nice。看来需要降，你先试试。没错，我觉得35应该会蛮适合的。行，突然不会欺压你。Nice。软的，Go。需要降。Nice。Come on。小心，安全。美丽需要降。行，35应该 OK。软了，前面太嗨了。老实讲，我还没有明确的感觉。讲真的，因为我一直有在做这个预设，就是
我差不多要去感觉有没有差咯。但我现在是觉得还好，因为去年我觉得我比赛状态到后面，我觉得，因为我终有一天会觉得我可能需要有氧来帮我减脂啊，那好像还好，但目前还可以。等到哪一天我需要我的有氧目的不再只是为了提升心肺，是为了减脂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代谢有点不一样。就跟我一直思考我哪天需要用到玛卡一样，但好像还不需要。有，我都有在吃对，我每天吃啊，起床空腹2粒。那你以前不会吃啊？或是这个关系？没有，因为你知道吧，厂商出了我就吃啊。我觉得我的状态，营养品更多时候是预先帮我先补足了我的不够，而我不是觉得我需要的时候去吃它。也许如果我是需要的时候去吃它，我那个感觉会太晚之外，是我可能会有明确有对。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平常如果蛋白质摄取足够，你有需要另外再摄取乳清吗？就不用，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3餐都没吃肉的人，你突然偶尔开始规律的，因为你不喜欢吃肉，对，规律的每天可能喝1到2包乳清，你可能会觉得身体不一样，或是如果你有在运动，你会觉得肉长比过去快，那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原本不够，但你补足了。和尚突然吃肉，感觉不一样，感觉变成那个肌肉和尚，他原本没力，或者打手，突然吃了肉，哇！原本扫地是这样，后来变成不要乱开和尚的玩笑。Yes. Yep. 我觉得那个就跟我们想法很像，以前都是觉得一定要苦嘛，你要熬嘛，所以我们就很像那个寺庙里的和尚一样。但其实需要那么苦吗？因为反正那么苦对身体来说没有那么好嘛。对，因为他们你看都吃菜，然后身体又不恢复，都要干嘛的，然后就把自己身体搞坏。要苦对地方。对，像也不能禁欲嘛。对。就适当的发泄，适时的发射，是，对，就是人就是这样嘛，就是一直循环啊，对，自然的、健康的这样子，一直遵循着动物的本能，吃。他越讲越奇怪，传宗接代。每次这个忘记怎么写，很奇怪。哎呀 ，nice。来，4、，nice， 好球，休息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真的。哇，自己练的1分半还可以滑个手机，对啊，跟人练1分半，已经是人可以休息，哑铃不能休息的速度。Fuck you。舒服。走。OK， 休克，可以吗？往内走一点，往内走。好，休息。哇，来放我们最后一组降一点。好，降一个舒服的重量。舒服的重量30就好。胸就4个，没问题。各4组，对，差不多。你自己做，你是3个动作而已，3组，所以你是9组吧？如果相信，有稍微多一点。哇，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么多组，而且休短。对，不过刺激又不一样，就是久违的又换回来，蛮不错的。好，最后一组，接它。1、2、3、4、5、6、7、8，往8，说轻也不轻对啊，没力了，
走。小心小心。哎呀！稳住，稳住，稳住 ，Go！ 稳住稳住。3，Come on，Come on，4，出摸出摸。小心小心，右手再往内走一点，往内，往内。哦，好球！漂亮！不行了不行了。我想过，我如果开始要融入其他运动，我想去上课，我要去学棒球，我要打棒球。我以前想当棒球选手，但是没有办法去打。那我现在至少可以去学习嘛，对啊，去体验。大骨热狗，2刀流，大根热狗，大根3刀流，做一点俯身。3、4、OK， nice， 我们注意递减。OK， 舒服。Yeah。Yeah， 舒服。11、12、13、14、15、9、10、11、12、舒服。10 ，Come on， 11 ，Come on。来，榨干它，再来，榨干它，黄沫，漂亮，哇 ，Go， 试，感恩，是因为卡在3铁，我就把健美拉早一点，不然我会变明年同步。但同步太累了，而且同步我觉得会没有办法专注，我变成要2选1。对啊，2选1。但怎么选都不对，我不如选3铁啊。明智之举，反正健美就那样了嘛，对吧？3铁是新的一条路，要把旧的你换一个新的族群，吸收新的族群。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的状态是跑合体、跑步，那种穿拖鞋的阿公，看起来至少55岁以上，他超过我。但是我想要追他，我追不到。然后上次我跟阿瑞，心有余力不足，跟阿瑞骑那个剑南路，我们也是骑，就我们想说轻松骑就好了，骑前5分钟 OK， 一个小泽阿公应该也是55岁以上，哇，刷我们卡，我说走。然后结果追了3分钟之后，一个弯之后，我们2个尽全力骑都追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要爆发根本就没办法，不行，你脚马上就没力了。我们的肌肉就是这样子。我们根本没有在练那个心肺。对啊，那个长时间，我们每次你看我们一组超级组做到爆，顶多1分钟。阿公持续1个小时，你只能持续3分钟。我们要朝那个阿公迈进。那你要舍弃肌肉对。肌肉越少，耐力越强。真的是有时候这样子跑一跑，真的觉得肌肉是多余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同时期你会觉得，也不是说肌肉是多余的，就是觉得，就是不一定是肌肉多才是真的强壮。对。而且回归到一个点是，你健身越久，其实有时候觉得心理健康、心理强壮，反而也比较重要。更重要。不一定是真的要肌肉很多，其实很多人反而内心也没有很强壮，有没有？但我就很玻璃，会吗？没有，至少在对于训练的坚持上，一定是比部分人确实来得更强大一点。不过就是尊重，就是肌肉多肌肉少，确实不是因为肌肉多就是比较厉害啊，绝对不会，心态。对啊，16、17、18、19、20。讲完阿公就开始练肌耐力了，就到20。阿公100下起跳，对，阿公飞这个200下。我以后也要成为那样子的阿公。早上5点起床，去海放肌肉小棒子，
先喝5颗生鸡蛋，然后肠胃炎。喂，难怪阿公那么瘦。OK。Nice。好手。耶！伸嘴组。Nice. Oh.哇，好巧！耶！下一位，哇，昨天休息都超久，对，所以都几乎都不会流汗，没错，今天流很多汗。睾丸来一条，高手玩家，扣，大家看健康程度，这个看起来有点空，看起来空，是代偿使用还是把它用完了？海绵化，过头，宽曲。随便练2下腹。Nice， 稳住。耶！好球啊！哇，我的右手肘，因为它很紧，所以它的控力很小啊，紧到不行，所以右手会痛，手肘会痛。对，因为空隙太少，所以要一直去放松。哪一块啊？哪里痛？这里，就是做伸展的时候推的时候。三头的肌腱吗？不知道，是在上面，不是前臂的吧？是上面的。但是大家就是这里的空间太少了，哦，所以导致我推的时候这里，你比如我3头好了，对，让我伸展的时候这里会痛，推的时候这里也会有感觉，就是那个三头的肌腱吧，而且那种关节是疲劳性累积的。对啊，你没有一次的伤害，可是一直做都是会不太舒服。对。可是这种如果再久，它就有可能会发炎起来。你有去给它放吗？我现在就是一定要1周放1-2次这个地方，放完差超多了。对。可是就是很快又累积回来。你练嘛，然后又回来了。我之前是2头那个肌腱，也是一样，我只要拿东西这样用力就很痛。可是我稍微热开一点好一点，可是就是长期就是很痛，就会。然后我就去给人家放，你用轻的还是会有感觉。那个放就是当下你就，然后后来隔天后，又好了，好了一点，一阵子又来了，就是练久了，身体都要带一点伤。你看，所以你说像我的年初那个6周大休息，或是1间大休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恢复，因为我们从来不可能让他真的休息。你练胸，你练背，你练肩。甚至练腿，其实都肘关节也许都还是有参与，所以真的是要完全休的那一种，他才能够真正的没有被就是再给他吃。因为我参考某些人他在备赛的时候，就是国外有些选手他在备赛的时候，他真的是1周休息到2天，甚至到3天，到后面就是要恢复得够。对啊，他反而是他越到后面，他越到备赛，他越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训练上。是。他只要饮食控制好就好，训练强度都维持住，强度要到。他反而休息更多。对，我之前看过是。推拉腿之前有没有休1天，然后再练腿，推完之后再休1天，然后再推拉。我就想说，这真的太适合我了，太赞了！我真的想这样。你干脆推休、拉休、腿休，不是推休、拉休、这样休，推拉休息，腿就跳过，这样最好。没等你转健体，转健体。Yes。那你这样这个做OK 吗？可以。哦。
舒服，舒服服。Yup。哦，好球，好球！哇，Yeah， 我们换一个角度，可以，最后3组就好。好。哎呀，Nice。摸。嘿，行啊，好球。耶！最后2组，最后5周，剩20天飞，对，3周就飞了，剩3周飞，好刺激哦。可我老实讲，我问，就是因为目前上奥赛的人不多嘛，但真的这样上舞台会紧张吗？我觉得我现在虽然是不紧张，但我觉得一定是到后面一定会突然，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是越靠近，比如第4周、第3周、第2周的时候，那个会倍数的成长更多，啪啪啪啪啪，因为那个会突然全部涌出来。对，因为我自己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还没有到那个状态嘛，没有办法想象到底到时候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但我现在用想的，我会觉得好像不用紧张哎。对，有点是因为你已经站上去了，我觉得已经是高点了，已经是一个高点。我并不会再因为成绩不好而觉得怎么样，而反而是真的站上去的，应该是紧张的点，应该会变成是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那个舞台。对，我现在担心的点是我能不能去真的去享受这个舞台，然后能不能我不一定要赢或干嘛，但我能不能有自信的在那个台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我之前去参加过那个英国阿诺杯，我知道我站上台的时候，我觉得那舞台大到，其实我是有点害怕的，觉得自己有点渺小。对，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没有自信的，我觉得哇，怎么有资格站在这舞台上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这次我就是期望是，我希望站上去的时候我是有自信的跟大家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就好了，对，能够符合这个舞台。对，确实，真的，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有做到这一点，真的其他都不用管。我在那个英国比赛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健体最红不是那个阿里吗？阿里啊，你知道我那年英国我在后台主动找我讲话是谁吗？就是阿里啊，阿里过来，他那时候还没报嘛，还没，他那想拿冠军啊，他那时候现在找我，然后就说，我今年什么时候拿卡的，然后干嘛，他说来参加比赛，我说好刺激，好兴奋这样子。然后我比完下来，然后没多久，我回家，这个跟我讲话的人他拿冠军也太扯了吧！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爆了。我想说，哇，这个人也太亲民了吧！对，我觉得他因为很快，因为他是本身就很强，可是他可能这个转换是几乎算是一瞬间。对，而且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穿个衣服，我觉得想说，这体选手没有很大，压上去之后他已经就他那个侧腹肌那个追感太夸张了，根本就是一颗战斗陀螺，有没有看过？对，他那时候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包袱，而且是对那个运动充满热情感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人好纯粹的感觉。是，他真的是很猛，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有没有机会撼动我们的 Ryan Perry 大大。帅。耶！哇，现在几公斤？现在98.8。你是要多少？96以下。对，但是这次希望比上次再干个2%，所以会比上次更轻一点。有可能。上次多少斤？上次上台的时候应该是94，所以这次会94以下，可能或是差不多。希望可以94更干，然后更干，这样子可能还有进步一点。真的是很爽。哇，不高，练完了要。对，现在我也一起训练，真的好久。你记得我们一起练过吗？有，超久，刚拿卡的时候。对，可是那是团练。对啊，我们都团练，我们没有单独练，没有单独练过。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习惯问题。像我其实一直都是自己练。对啊，自己练嘛。后来我也是觉得自己练是最好的。以前我想说，大家一起练好像不用，后来觉得自己练最稳定啊。对，节奏啊什么都可以抓。对啊，然后不用去配合别人。确实，有偶尔跟别人一起练不一样感觉。
一个激励的感觉，真的，然后去体验一下别人的观念，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觉得有效的方法都不太一样，还有那个能量，你现在就需要我的胸肌3头训练课表就这样结束了，耶，舒服，舒舒服服，舒服。现在就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又回到这个画面啦，又回到这个啦，帮你做结尾。这应该是比赛前的最后一支吗？不，出国前最后一支吗？对啊，接下来就，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是比之前，对，比之前。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集气在集气的时候。集气。我觉得不用多哎，我觉得每人一句话。不要，太多了，大家不要说话，一人一个字，大家不要说话，大家说话就好了，就是默默的，我就什么都不会有影响那样。没有，大家可以说，但是你不要管，对，不要看，其他手机还会点出来看一下把自己想成那个和尚，你要进入到那个心流，然后你要完全没有破戒的和尚，吃肉的和尚，哪部分破戒？全破戒，真的啦，我觉得到后面越需要专注。对，我去年就是那个状态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那个就是那个无人之境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投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好热血，然后有各种情绪在身体里面涌动，但是你不会想要急迫的展现出来，你只想要默默把这些事做完，好爽，对，很爽，那个感觉很爽，进入到另一个境界的感觉。对，好了，大家期待我飞出国，我们不一定要看奥赛，可是我们可以看很多我去美国的体验。那个什么，迪士尼、环球、NBA、MLB， 哇，脱衣舞娘啊，没有。我看那集啊，好，连白白都不愿意讲。好了，再见。拜拜。